那你去吧，我养精蓄锐。撒娇的雌性真可爱。龙神真身来了！龙神真身，竟然是龙神真身！龙神大人，您是来收回我们的物资的吗？赵四，你自己将部落的物资用光了，竟然想赖在我的身上！龙神大人，我错了，请您宽恕我！龙神大人，我错了，请您宽恕我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子民，石渊将带领你们走向繁荣。恭喜你啊，石渊！要叫族长，族长万岁！龙神祝福了我们，不仅问神成功，龙神还亲口说你会带领部落走向繁荣。龙神祝福了你，龙神祝福了我们。族长，库洞真的被狼力给耗空了吗？龙神亲自说的，还能有假？龙神无处不在，他什么都知道。那可是部落的共有资产，那么多东西，他怎么就一个人全部用光了？他是部落的罪人，他不配做我们的族人。杀了这个罪人！族长，下令吧！石渊，不，族长，求你不要杀我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抢你族长之位。动手吧！祭司，你救救我！我对你那么好，好吃好喝供着你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慢着，阿渊，不能如此随意将他扔出去。突越，救救我！我就知道你是放不下我的，你心里有我，对不对？把他媳妇儿送过去照顾他吧，两个人也有个照应。好，别让那个疯婆子过来，他会折磨死我的！我不去，我不要和那个疯婆子一起。受潮，是受潮！都不要慌，这不是受潮。这么多动物，不是受潮是什么？这都是一些没有攻击力的猎物。什么？这些全是能吃的猎物？能动的，拿得动武器的，都跟我一起出去，杀猎物吃肉！感谢龙神，这一定是龙神给我们的馈赠，是族长上任后龙神给我们庆祝的馈赠。渊叔，怎么没有看见阿姐他们下来吃肉啊？龙晨，我好像听到阿爹来找我们了。安哥，龙晨，你们在吗？那我待会儿给你们送一点最嫩的肉上来。我跟你一起下去拿吧。要不要提醒他洗个澡再去？这味道也太浓郁了。都怪这个突然出现的流浪兽人，如果不是他，安哥就是我的了。小雌性是不是已经被你弄死了？你当初要是把小雌性卖给我做妾，我就舍不得把它弄死。我的人你也敢觊觎？扔出去喂野兽，重新给我选一只干净的猎物送上来。刚才他和狼力隔得那么远，他是怎么掐住狼力脖子的？那个距离手伸直也够不到吧？他怎么死了？觊觎安哥被龙尘杀了。呸！该。终于结束了，感觉身体里充满了力量。这味道也太浓了，赶紧散散。媳妇儿，你醒了，来吃点东西补充一下能量。出去吃，房间里全是野兽的腥膻味儿，我可吃不下。太好吃了，感觉自己饿得能吃下一头牛。米，我的米，你怎么了？祭司，救命啊！你怎么了？阿爹，别碰他，米要觉醒了。阿姐，我疼，
不要怕，阿姐在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安哥，你救救米吧！上一次他帮部落找到辣椒种子后，他就到处寻找各种植物。他不会分辨能不能吃，就亲自尝，都怪我没有阻止他。阿姐，这个……这是什么？阿姐了，我有兽形了！兽皮裙给他穿上。还没有觉醒出兽形的幼崽家长们，去找这种植物。你们不过，我能让幼崽们觉醒出强大的兽形来。安哥，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觉醒出兽形？阿爹，我已经过了觉醒的年龄了。我会护他一辈子，他没有兽形，也会是所有人仰望的存在。阿姐，我也能觉醒出兽形吗？冕，你的身体素质太差了，你先把体魄锻炼好，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了。阿娘，你听见了吗？阿姐说我也能觉醒出兽形。阿娘听见了，我的冕也能觉醒了。安哥，谢谢你。诗米啊，跟着我学做祭司吧，以后你就是部落里最受尊敬的人。祭司爷爷，我不能当祭司，我是要做雄狮的男人，我要当战士，我要保护阿姐和阿娘。滚！你干嘛呢？祭司爷爷，郎九哥哥聪明，你要不让郎九哥哥当你的接班人吧？你以为祭司爷爷没有教过我吗？笑死，根本教不会。这个部落的人太笨了。还是这里的卧榻舒服啊。你怎么了？灵力已经耗尽了。表现不错，我很满意。陪我再睡会儿，安哥，给我生个孩子吧。生个孩子没问题，就怕生出来的是一条小蛇，我会害怕的。顶多是个蛋。你的兽形真的是蛇吗？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？昨晚你的尾巴是金色的，而且不像蛇尾。现在告诉他我是龙，他会不会不愿意跟我回龙族？万一他抗拒跟我降酿阳怎么办？我不是人类，你要跟我分开吗？只要不是蛇就行。所以你到底是什么？安哥，等你怀上我的孩子了，我再告诉你好不好？难道它的原型很丑陋？不会是星鼻眼吧？那也太丑了。我的原型不丑，倍儿有面的帅。真的？那你可要加油，让我早点知道你的原型。我们现在就努力。快去做饭吧，我饿了。吃完你还要去训练战士们呢。土豆已经成熟了，要收了。小易，你去把郎九他们叫回来收土豆。阿姐，这个真的能让兽人变异吗？应该能吧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快回部落去，夜晚外面不安全。啊，这不是你的山洞吗？有什么不安全的？你的危险是我，滚！阿姐，我先回去了，明天再来找你。唉，你跟他吃什么醋呢？你是我的。安哥，我们进山洞去。中午了，起来吃饭了。冬天睡觉真舒服。你拿的是什么？甜甜的，确实很好喝。你一条蛇都不冬眠，我没有兽形，却总是想睡觉。唉，不公平。宝贝，我不是蛇，当然不会冬眠。不管你是什么妖怪，
我都爱你。我也爱你。这天真冷啊，我得去找阿娘，让她给我做2件厚一点的大衣。我都支棱起来了，你就这么水灵灵的走了？天冷路滑，我抱你下去吧。龙晨和安哥真相爱。安哥可是龙神最爱的子民，有这样一个伴侣，龙晨敢不好好爱着他吗？敢不爱他，龙神可是会生气的。你说的对，他竟然认可我了。你们可是龙神亲自祝福的伴侣，你们会永远幸福，生18个崽子。其实你也不是那么的讨厌。怎么还咒人呢你？18个，猪都猪蛋这么生，我又不是蛇，咕噜咕噜下蛋。18个，多么庞大又喜人的一个数字。马上到阿爹阿娘的山洞了，你放我下来吧，我自己走。我想抱你上去。想抱就抱吧，反正我不吃亏。阿爹，阿娘在家吗？找我媳妇儿做什么？你受伤了？我冷，我来让阿娘帮我做2件厚一点的衣服。你还别说，我媳妇儿做的衣服穿着就是舒服。那当然，那可是我阿娘，是你师渊的媳妇儿，我阿娘最厉害了。我倒要看看阿爹有没有进化出金河。阿爹，你怎么了？龙晨，快放我下来，我去看看我阿爹。刚才脑袋突然一痛，就好像有一只手快把我脑袋捏爆了。怎么会突然脑袋痛呢？你现在还痛吗？妖性了，差点把亲爹捏死了。现在不痛了，真是好奇怪。是啊，真的好奇怪。你笑什么？你看错了，我没有笑。老丈人当着女婿的面摔个狗吃屎，很好笑吗？阿渊，你回来了，安哥也来了。阿娘，我好冷。不冷啊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就是冷，你帮我做2件厚衣服吧，阿娘。好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做。还是龙晨最贴心。龙晨，你亲亲我。奇怪，怎么没有呢？没有什么。我好像变弱了，你的亲吻也没用了。我感觉我的精神力在消散。不对，不是消散，他们明明就还在我的体内，可我就是使不出来了，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吸收了一样。我的媳妇儿，你真棒，你真太棒了！发什么癫呢你？我的安哥，你怀孕了！啊！我好像真的怀孕了。安哥，我的安哥。龙晨，你要做熊父了。阿娘怎么跑了？阿月，你怎么跑来了？还跑这么急？安哥怀孕了。什么？安哥怀孕了？就这么开心啊？开心！你很喜欢小孩？安哥，我开心不是因为喜欢小孩，我开心是因为我的秘密很快就可以与你分享了。你的秘密是跟你的原型有关吗？我的原型说出来可能有点吓人。有多吓人？总该不会是龙吧？最好不要是龙，那会吓死我。我还没上过天呢。你要真的是龙，一定要带着我上一次天。就这么简单？不然呢？离吗？你不是说我怀孕了你就告诉我你的原型吗？我是龙。你不信？我信。腾蛇部落那条蛇都能进化成龙，你也可以，加油！我真的是龙啊，媳妇儿。那你变一个我看看。行，我这就变出真身给你看。啊，怎么个事儿？我是不是把他逼太紧了？这小子在吸我的灵力，我没法变回原形。听说过妖怪法力不够维持人形的，还没听说过灵力不够支撑变回原形的。这男人真扯。原形丑，我也不会嫌弃你的。不想变就不变吧，我也不是很想知道。等这小子出生，我再变给他看。第一时间就把这小子抓起来打屁股。安哥，安哥，你真的怀孕了吗？安哥可是龙神最爱的孩子，他怀的孩子也是龙神最爱的幼崽。前面半句我认，这个孩子不一定。乱说什么！族长，我的另一份食物换成羊奶给安哥喝。去，轮得到你！我阿姐的羊奶我包了。给安哥打猎，我给安哥织布，我给安哥看孩子。合着我就是个播种的工具人。郎酒郎意，都给我记下来，以后慢慢算。我的媳妇儿还轮不到你们操心，滚，都滚！
你现在都敢推我了？谢谢大家，我家龙晨一个人就能把我养得很好，你们该干嘛干嘛。真好啊，大家都这么开心。龙晨，我的精神力回来了。这些愿力以前都是朝着我来的呀。这龙蛋吸的全是兽人们对龙神的信仰力，这些原本都是我的呀。我太开心了，龙晨！再这样下去，龙蛋还没有出生，我就要被吸成废人了。够天道，媳妇儿我要，孩子我也要，龙族我也要保。你刚才是在心里骂天了吗？外面冷，你进里面去休息，饭好了我叫你。我精神力回来后就没那么冷了，你快去换一件衣服吧。阿姐，羊奶，你刚挤的？新鲜的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郎林叔提亲啊？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过段时间春天来的时候花开了，正好可以举行伴侣仪式。我就是打算在花开的时候让祭司爷爷帮我们举行伴侣仪式。谢谢阿姐，祝你求亲成功。宝贝，你真是阿娘的福星。这崽子又开始吸我灵力了，真是个吸星大法。你摘了什么好果子啊？黄金果。这次吃几个？不会再次暴走吧？不会。这宝宝竟然在肚子里就开始吸收能量了，不愧是我的崽。可以随便吃，但不能一次全吃完。那你吃吧。我也需要补一补。外面吵什么呢？阿姐，狼毅和狼九为什么打起来了？狼毅哥哥向我阿爹提亲了，狼九不干，要和他决斗。这才刚怀孕呢，哪有那么金贵？我能自己走。我觉得你金贵，不然不让你去。金贵，抱着吧。等一下，阿姐你别管，我必须要接受狼九的决斗。狼白是我的，我不会退缩，更不会把它让给任何人。你是未来大祭司，哪能用这种野蛮的方法？而且，你要是在决斗中伤了身体，龙神会不高兴的。大祭司？难道狼毅也是天选之人？难怪啊，难怪他被变异剑齿虎咬掉了一条腿还能活下来。狼毅能做祭司，我不信。你能做出兽形变异的药吗？不能。狼毅能，你们吃的药全部都是他做出来的。狼毅可以当祭司，也是龙神告诉你的吗？你问问龙神不就知道了。你说的对，我这就问问龙神。一定要问神成功，让那群熊看看谁才是龙神的宠儿。尊敬的龙神大人，请您指示狼毅是否是合格的祭司人选。媳妇儿，把这个果子吃了吧。你不是说不能一次吃完吗？情况特殊，你先吃。祭司问神，为什么对龙尘来说是特殊情况？龙神是龙神，龙形成的灵力是从龙尘身上飞出去的。安哥，祭司问神成功了。我怀的该不会是条龙吧？应该是个龙蛋。太惊悚了，我睡了神。剩下的你先别说了，我怕我消化不了。媳妇儿，你去哪儿？不看狼毅的决斗了？我要回去睡一觉，站着我消化不了，我要回去躺着消化。安哥，你听听我的心跳，它是为你跳动的。我愿意为你做一个普通人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不论生死。到时候你别嫌我老就行了。我如果遭遇不测，你很长时间内不准再找别的伴侣，好不好？你若不在，我也不会独活。我只要你，别的任何人我都不要。不准说这样的话。我标记了你，你便是我的伴侣，能共享我的寿命。你脑袋瓜里瞎想什么呢？共享寿命，这跟我看的《仙凡恋》电视剧里演的不一样啊。我跟华夏电视剧里演的那些神仙不一样，我可是天道的宠儿。等会儿，你说什么？电视剧？你怎么知道电视剧？我为了寻你，去过华夏。别说了，你吓死我了，差点就暴露了。我们回山洞去说。再说下去，我壳子里面装着的是异噬魂，这件事就要暴露了。还好没人注意到我们。来，我这位扮猪吃虎的龙神老公，展开讲讲你都知道些什么？我来自龙沈大陆，属于高位面。在来这里之前，去过你的家乡华夏。你什么时候知道我不属于这里的？第一次见面，你做红烧肉的时候，那时候只是有点怀疑，后来你展露出太多现代的知识技术，差不多就确认了。哦，所以你就看着我装，看着我往你身上甩锅？
是男人就得给媳妇儿背锅。算你识相。你一条龙，为什么要穿越空间壁垒找我？你是我的龙妃。你怎么确定命定龙妃是我？万一错了怎么办？我认定是你，便是你。宝宝出生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要走了？安哥，你愿意跟我去龙族生活吗？必须去龙族吗？为了龙仔，就需要源源不断灵力回龙族，感受到了吗？龙仔在吸收我的灵力才能破壳，这里没有足够的灵力滋养它在蛋里面成长，便无法破壳，它会胎死蛋中的。